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佛手瓜这样做太香了，绝对是您想不到的吃法。颜色翠绿，软嫩 Q 弹，不夸张的说，一天一次也不腻。一起跟着视频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佛手瓜，因其形状像佛的手掌，五指并拢而得名。我们本地呢又叫洋瓜，你们那里都有什么有趣的叫法呢？买回来的佛手瓜，我们先将它清洗一下，放入盆中，再加入适量的食用盐，然后加入多一些的清水没过佛手瓜。下手把食盐搅拌溶解后呢，我们再来处理佛手瓜。把佛手瓜搓洗，利用食盐水消毒杀菌，可以更好的把佛手瓜外皮清洗干净。大家买这种嫩一些的佛手瓜是不用削去外皮的，带皮呢会更加的好吃呢。如果买到老的就一定得去皮了，不然吃着硬硬的，口感不好。接下来我们再用刀把佛手瓜两头都处理一下，这个过程呢一定是在水中进行，这样佛手瓜的粘液才不会沾到手上。虽然它的粘液不会过敏，但是呢会感觉很不舒服，粘在手上呢会形成一层膜，感觉手指皮肤都得不到呼吸，而且也很难的清洗干净的。那在清水中进行就会被化解了，很神奇，这也是经验之谈哦。处理好的佛手瓜，我们再换水将其漂洗干净，然后控水捞出，沥干水分。这边呢，我们准备一个擦丝器，把佛手瓜擦成细丝。佛手瓜口感清脆，具有一种清香的味道，而且低热量低钠，蛋白质的含量却是黄瓜的3倍，钙含量呢是南瓜的4倍，黄瓜的12倍，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显著高于其他瓜类，可以说是营养十分丰富。所以在这丰收之际，趁着新鲜，价格又便宜，才5毛钱一斤，大家不妨给家人多吃一些。处理好的瓜丝呢，我们先放一边备用。接下来锅中烧水，大火烧开。水开呢，我们把瓜丝放进来焯水。焯水可以帮助瓜丝更加的脆嫩，去除些许涩味，后期也更加入味。焯水1分钟就可以了，用漏勺控水捞出来，然后放入凉水中过凉，这样可以保证佛手瓜的口感和色泽。冷却以后呢，我们下手把瓜丝捞出来，挤干水分，尽量挤干一些，这样后面制作的时候呢才不会出水。跟着来到菜板上，我们把瓜丝切成小碎丁，粗细大小根据个人喜好来定。切好的小丁呢，我们将其装入大碗中。这时碗里边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入个底味，再加入少许的食用碱面，一点点就行，用来固色，然后将其搅拌均匀。拌匀以后呢，我们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土豆淀粉，一直搅拌。直到佛手瓜丁表面变得黏黏的，用手可以轻松的团成团的状态即可。淀粉千万不能一次性加的太多，太多了影响口感，所以得少量多次的加入，就搅拌成这个黏糊糊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揪起一块馅料，团成小丸子，只要是不松散就可以。如果馅料粘稠就放清水，如果丸子松散，可以放上点淀粉，
全部团好以后放入蒸屉中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水开上蒸锅，盖上盖子，上气之后大约蒸10分钟的时间即可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丸子的大小来适当的调整时间。下面我们来调一个灵魂料汁，几瓣大蒜切小块，再剁一剁，剁成这样碎小的蒜末就可以，装入小碗中。再来几个小米椒，切小米椒圈，切好装入碗中。跟着准备一根小葱，切葱花，一同放入碗中。再加入少许的芝麻增香，然后烧点热油激一激，这样香味可以更好的释放出来。跟着加入少许的盐，一点点鸡精，一勺香醋，一勺生抽，再加入半勺香油增香，搅拌均匀即可。料汁完全可以根据家人的喜好习性来调制，或许你会觉得更美味。先将料汁放在一边。这里10分钟后，晶莹剔透的佛手瓜丸子就做好了。丸子个个都是晶莹剔透的，颜色碧绿，特别的漂亮。用筷子夹起来，软弹软弹的，感觉很有食欲，还带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呢。最后将佛手瓜丸子放入盘中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摆放成任何形状，再将料汁放在中间即可。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佛手瓜丸子，不管是热着吃还是冷了吃，都软糯筋道，一点都不会硬。吃的时候蘸上料汁，佛手瓜晶莹剔透，料汁蒜香浓郁，一口下去爽口又弹牙，别提多好吃了。这道菜肴摆盘精美，做法简单，前前后后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。虽然做法简单，可是不耽误他上桌后惊艳施作的能力。学会这道菜，你在逢年过节又多了一道压轴大菜。而且这道菜热量极低，多吃不长肉，吃完不怕胖，超适合大鱼大肉的节气。好了，这个方法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完有食欲，或者您有更多的想法和建议，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哦。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